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腾讯独家上线36集古装权谋剧，丁禹兮、邓恩熙主演，精彩剧集等你追。现在的古装剧10部有9部开场就是神仙打架，或者公子哥偶遇傻白甜，看多了真挺没劲的。腾讯马上要抬上来的一部新剧，倒是透着一股子少见的野性。36集的花开锦绣，这名字听着挺喜庆，挺像那种4平8稳的宅斗戏，但你往里一看底子，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丁禹兮演的男主赵灵，出场是个卖私盐的。卖私盐是什么概念？在古代，盐是官家垄断的命脉，感动这块蛋糕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亡命徒，浑身痞气，天天在刀尖上舔血，混迹在最底层的泥潭里。其实他原本是将门之后，家里遭了冤案，硬生生被逼成了个市井混子。邓恩熙演的女主傅庭云更惨，本来是名门望族里娇滴滴的大小姐，结果被自家表哥下套，扣了一顶私通的帽子。在古代大户人家，女眷沾上这2个字，基本就等于宣判死刑了。家族嫌她丢人，直接把她当成弃子软禁起来，就等着她自己悄没声的死掉。一个是泥地里打滚的野狗，一个是摔碎在泔水桶里的玉器。这俩人撞在一块，没有那种慢镜头转圈圈的一眼万年，全是为了活命。傅庭云为了能吃上一口饭，主动找上了赵灵。这哪是才子佳人相遇，这就是一场绝境里的黑市交易。中年人看剧，早就不信那种无缘无故爱的死去活来的戏码了。咱们信什么？信利益捆绑，信绝境里背靠背杀出来的交情。这剧最抓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把男女主的关系拍成了一种极其现实的生存同盟。逃亡路上，后面有追兵，前头是黑店，天天防着被人暗算，连睡觉都得睁一只眼。这种环境里，根本没有霸道总裁护娇妻的闲工夫。2个人一开始绝对是互相提防，你怕我连累你，我怕你卖了我。但慢慢的，几场生死仗打下来，发现对方竟然是个能把后背交出去的狠角色。傅庭云虽然落魄了，但脑子极其好使。他没在那儿哭哭啼啼感叹命运不公，而是盯上了严正贪腐的黑幕。他拿到了关键证据，直接给赵灵指了一条明路。他跟赵灵说：“你比穿官服的干净多了。”这句话分量太重了。一个混子被一个世家小姐当面肯定了人格，还给他指了投军报国这条道。这不是谈恋爱，这是在乱世里互相给对方找活着的意义。更有意思的是男主的态度。换成一般的古装剧，男主肯定大包大揽，你的仇我替你报，你就在家安心待着。赵灵不干这种事，他的原话是：“我媳妇儿的仇的让他自己报。”这就对了。你被人诬陷，你被家族抛弃，你心里的那口恶气，别人替你出是没用的，必须你自己一刀一刀把面子和尊严剐回来。赵灵负责在外面拼杀，护着他，但绝不插手他自己的复仇局。这种尊重，比什么海誓山盟都来得硬核。剧情往后走，格局就大了。从2个底层小人物的逃亡，直接卷进了朝堂的权谋局。这就不得不提剧里的几个老戏骨了：温峥嵘、刘敏涛、谭凯。这几张脸一摆出来，你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谭凯演严正史，温峥嵘演余家夫人，刘敏涛演富家主母。这帮人坐在高堂之上，喝着茶，下着棋，随手拨弄几下，底下就是家破人亡。傅庭云当年为什么会被诬陷？根本不是什么表哥好色那么简单。
那是余家跟朝中大员勾结，为了利益交换做的一场大局。他傅庭云不过是人家棋盘上的一步废棋。知道真相后怎么办？傅庭云的做法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反击。他没去买凶杀人，也没去找谁哭诉，他开始死磕律法，一点点抠账册。这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底层小会计想凭一己之力去查一个跨国贪腐集团的烂账，极其枯燥，极其危险。但他身边有赵灵，赵灵在军队里玩命，一路从草莽杀成了太子身边的新贵。他在朝堂上有了话语权，就等于给傅庭云撑起了一把最结实的伞。俩人假扮夫妻，一文一武，一明一暗。最后那场戏想想都觉得提气。在最高级别的朝堂之上，当着所有大老爷的面，傅庭云自己走上大殿，条理清晰，证据确凿，把当年所有的阴谋、烂账、贪腐一件件拨开，晾在太阳底下。那些曾经高高在上，把他当成蚂蚁一样踩在脚下的大人物，被他亲手送上断头台。这种复仇太解压了。咱们这代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最懂这种感觉。没人能永远护着你，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只有你自己手里的筹码。花开锦绣把男女主塑造成了两个极度清醒的搞事业狂魔。爱情对他们来说，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是我们在狂风巨浪里各自划船，发现对方节奏一样，干脆把船绑在一起，去掀翻那个想淹死我们的海。丁禹兮这次算是接了个好本子，以前总演那种精致的公子哥，这次满脸血污在雪地里穿着红衣杀人，那股子狠劲要是演出来了，绝对能翻身。邓恩熙年纪不大，但要演出这种从隐忍到爆发的城府，对小姑娘是个大考验。但只要这俩人把那种势均力敌的狠辣演活了，这剧就绝对有看头。现在的观众已经没耐心看什么天下苍生与你我只能选一个的狗血纠结了，我们就想看两个被踩在烂泥里的人怎么一点点咬着牙站起来，怎么把那些制定规则的人拉下马，最后堂堂正正地穿上那身红衣锦绣。那些自以为掌控一切的执棋者，大概到死都没想明白，这盘下了几十年的大棋，最后怎么就毁在了一个卖私盐的混子和一个名声扫地的弃女手里？